谁？果大哥，池大哥，阿水姑娘，你们果然在这儿。现在知道叫大哥了。我师兄不在嘛。原来如此。哦，你师兄不在啊？那我们岂不是非常的危险？就是。找着了，在这儿。呀！那，一下收拾3个，哪里走？是你被收拾。把他给我按好了。哎，不带打脸的。滚开！唐狐狸果然没说错，就是个笨蛋。要肌肉有肌肉，要脑袋有肌肉。福翠，你违反了规定，跟我们走。你没看见吗？他们也动手了。哎呦，哇！我们没看到，只是看到了你出手，还伤了人。你们坑我！坑的就是你。敢当面行凶，得罪比鲁公。不敢！带走！都给我等着！没事吧？一点事儿没有。诸位辛苦了。唐狐狸计谋还真有用，这就搞定一个了。13个。来这里之前，我查到了花无言的房间，青蝉娘子也在里。现在唐丽慈应该已经抓住他了。唐丽慈？那风流店那边就只剩下白素车和西方桃了。你小子刚才演的可以啊！是西方桃。老沈，包抄。沈大哥，阿水姑娘，我们还是先进去躲躲吧。怎么有一股花香？没有啊，什么花香？白素车。池大哥，你真的追来了。白姑娘，你怎么？
真是个笨蛋。看来西公主说的没错，男人永远都这么好骗。以后离我远一点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唐狐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追西方桃，他竟不在。我也是追西方桃才到这个地方的，老沈还跟丢了。西方桃的胭脂，你把于夫人藏好，然后四处游荡，引出池鱼，我去抓屋子里的人。这个胭脂会让他们以为你是我。中计了。哎，唐狐狸！我们损失了古稀坛于夫人阿谁，抓到了白素车、青蝉娘子、花无颜，解决掉了一个抚翠，人数上比风流殿多一人。不过西方桃却夺走了少剑主交给程岛主的信物太阿剑，这是重大战果。即便是人数上比我们多损失一人，可实际上却是略胜一筹。是，池云也就算了，这次是我冲动了，没保护好阿谁他们。什么叫我就算了？不怪你，西方桃针对池云，就像我们针对抚翠一样，都会对阵营当中最单纯的那个动手。是我对不住大家。现在已是寅时，和婉玉公主见面的时间不到1个时辰，以紫霄院的规模，西方桃只要不断的更换地方，我们很难抓到她。哼，真是有趣。除了找到西方桃夺回太阿剑之外，我还有办法救回所有被抓住的人。西方桃能躲，可被他抓住的人却躲不了。他一定与我们一样，将人藏在了某个房间里。而那个房间我们不会去查，因为里面原本住着我们的人。此人性格古板，又丢了贵重之物，在找寻失物之时，或许把自己也丢了。你不会是在说程运袍吧？没错，定是在程岛主的房间。妖女找不到，怎么还绕回来了？
我本来以为来的人是唐丽慈，既然你在这里，那他就该在紫霄院四处寻找我的踪迹。等天一亮，我就赢了。偷偷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唐丽慈根本不想杀流言。你也只不过是那些任由他摆布的棋子而已。木头铃铛。是时候了。这是唐某亲手制作的木铃，能发出只有唐某才能听见的响声。看来唐公子不仅武功智谋双绝，还有一双巧手。好的猎人，通常都会将自己伪装成猎物。西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西方姑娘，太阿剑又重回中原剑会之手了。唐公子只是扳回一城，算不得胜利。天还未亮，唐公子可别和身边的人走散了。妖女，把太阿剑还我！程岛主，你夺回太阿剑了？哎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怎么人都在这儿？池匪呢？程岛主，你最好还是不要离开这个房间了。太阿剑已重回中原剑会之手，尘埃落定，天该亮。看来，唐丽慈和西方桃定胜负了。程道主，唐公子，恭喜你们。公主只召见一人，你们谁要见公主？唐某只是引荐之人，程岛主代表中原剑会而来，便由程岛主前去吧。请。即去。中原剑会客座，茶花岛承运袍。见过婉玉公主。中原剑会为何会拜访碧落宫？什么？谈砸了？我说陈古板，你叫谁呢？池匪！我说你呢！我们折腾一晚上，
好不容易能去见见什么公主一面，你谈砸了。万一她跟风流殿结盟，拿我们季琦怎么办？唐狐狸，你说是吧？去哪儿啊？约定既成，自是离开。不是，碧落宫不是没答应跟剑会结盟吗？那又如何？我与普珠先生的约定是引荐中原剑会的使者与碧落公主见面。至于是否谈成联盟，与唐某无关。若是碧落宫要和剑会联盟，刘演必然会来，他不会让此事达成。程岛主，您与婉玉公主是怎么谈的？中原剑会为何会拜访碧落宫？婉玉一脉受宜阙阴阳构陷远走至此，避世隐居已历30载。如今风流殿祸乱江湖，散播的新鬼九心丸，正是当年宜阙阴阳遗毒。此太阿剑乃剑会仙人江南风所留，是中原剑会权柄所在。程某奉少剑主所托，以剑表心，央请前国师婉玉一脉念先人之仇，记今之大义，为天下苍生与剑会联手，共抗风流殿。这就是你们中原剑会的诚意，真是让本宫太失望了。婉玉公主，还是请西方姑娘来吧。是。程道主，你还真是天真呢。中原剑会斗不过风流殿，还真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。唐公子何必话中带刺啊？与人联盟，不过是以自己的条件置换对方的条件。少剑主临行前可曾提过，能给碧落宫开出什么条件吗？没有，只说无论如何都要与碧落宫结盟。那我现在该如何？程某应该向婉玉公主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？不如想一想，婉玉公主需要什么？碧落宫不就是想回到中原吗？风流殿西宫公主西方桃参见婉玉公主。在碧落宫，只有公主能称公主。奴家失礼了，西方桃参见婉玉公主。你要求进入碧落宫，想要说什么？风流殿愿以1/3武林邀请婉玉公主成为风流殿的一员。天下还不是风流殿的。倘若公主应允，这天下间还有谁能阻挡得了碧落宫和风流殿联手？可昨晚风流殿在紫霄院的表现，不足以证明此事。婉玉公主或许应该注重更实际的事情。西方桃，注意言辞。前朝覆灭，与老公主引荐宜阙阴阳之举密不可分。如今虽已改朝换代，无人能阻止碧落宫重返中原，但那些年的生灵涂炭历历在目，百姓当真不会迁怒婉玉一族。无礼！帮助剑会
碧落宫仍是碧落宫，再大也大不过中原剑会这个正道联盟，或许还会因为旧日的错误而备受牵制。但加入风流殿不同，倘若碧落宫加入风流殿，风流殿许诺1/3的武林尽归碧落宫管辖，风流殿绝不插手半分。婉玉公主何不率碧落宫称霸武林，光复婉玉家族的名声？程岛主带来了太阿剑，而你又带来了什么？能证明你应允的条件？奴家带来的这番话掷地有声，又何须什么证明？请西方姑娘先回紫霄院休息，稍后本宫会给你答复的。唐公子，抚翠被放出来了。程岛主再次求见婉玉公主，但婉玉公主没有见他。婉玉月旦不会见程岛主，因为目前的剑会给不了婉玉公主想要交换的。那风流殿呢？阿水姑娘，坐。你认为婉玉月旦是一个怎样的人？高人。他不是高人，而是王者。王者？江湖王者，不居人之下，不屈人之威。弱则必走天涯，强则威临天下。碧落宫在婉玉莫如的手中覆灭，却在婉玉月旦的手中重生。你是说，中原剑会和风流殿都想拉拢碧落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婉玉月旦很厉害？也不尽然。赤云，这一路从剑王城到碧落宫，你可有估算过风流殿上上下下一共有多少人？啊？也不多吧，30、40。风流殿若只有此等人数，如何有资格与剑会抗衡？风流殿招兵买马的方式，不是招募，而是威胁。你路上看到的那些风流殿杀手，其实都受制于星鬼九星丸。从剑王城我们查看的账本来看，这些人恐怕有数千人之众。不错，待到风流殿有意暴露实力之时，他们便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那时候剑会再备战，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这是未雨绸缪？剑会那帮老古板谁那么聪明啊？看来唐某势必要去一趟中原剑会了。啊？我说你，可不是以罪犯的身份去。那是以什么？以什么样的身份，那就要看唐某和婉玉公主谈得如何了。为何一直跟着我？沈兄从方才开始就一直很关注我，有话不妨直说。为何之前让阿水离开，前往中原剑会？因为他的血太过奇异，他又不会武功，跟在我们身边只会徒增风险。你在害怕？哼，唐烈慈有何可惧？你说过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为何不让阿水留在身边继续治疗你，反而顾及他的安危？因为不需要。你手段诡谲，行事大胆，
拿过剑王城的百姓多，拿过中原剑会追杀你的人多。你说你从未顾及他们，但也没让他们受到真正的伤害。那又如何呢？能说明什么？那些人只是能不死就不死，因为他们恰好没死，所以才显得我有本事。你不想让阿谁受伤，不想让亲友旧事受损。唐丽慈，你真的会杀柳岩吗？你很敏锐，你担心我下不了手。可是我想问沈兄，柳眼会对我手下留情吗？我能不杀他？更何况这是我们的约定，我心里如何想的不重要，不是吗？我完全搞不懂唐狐狸在搞什么玄机啊！哎呀，阿谁你就别笑了，你给我讲讲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呗。我们之中就你最懂他。唐公子不以罪犯的身份回剑会，说不定是因为有人给他一步登天的梯子。谁？中原剑会的少剑主。我这趟回中原剑会，见到了少剑主，发现少剑主对唐公子非但没抱有敌意，甚至还可能欣赏唐公子。云阁好好收拾收拾。剑会发布对唐公子的通缉令，可能是形势所迫，而他派了并不擅长揣测人心的程岛主前来谈判，也很可能是故意的。唐公子若帮中原剑会拉到碧落宫这一强大助力，自然不必以罪犯的身份回去，说不定是客座。仙鹤，中原剑会将会迎来一名贵客。礼貌礼貌。而唐公子既有了剑会和碧落宫这两把对付柳眼的趁手宝剑，又免去了扰人的追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最重要的是，若是碧落宫有意与剑会合作，柳眼必然会出现。阿谁，没人说过你越来越像唐狐狸了吧？这种想法你都能猜到。太霄殿重地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擅入。唐某请见婉玉公主。未经传令，不得见公主。哦，退下。毕总管，公主在问神台。问神台？那里没有守门，但要如何登上，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呵呵呵，看来这是唐某此行最简单的事了。九该星辰，玄妙之妙，渺渺众生，盈盈在心。而今天暗暗而不清，路迢迢而奇异，神灵可佑，常与我亲。为何这习古影拙会与问神台有所感应？难道说此处与天人静？
有什么关联？只有碧落宫公主可以登上问神台。唐公子不知道吗？公主若是不想见我，便不会让毕总管告诉我这个地方。你在等我？不应该等你吗？赢下紫霄院星夜的人是唐公子。这便是碧落宫的九星回龙阵吗？果然神妙。唐公子没什么要解释的。公主想听唐某解释什么？自问神台建成，只有一个人发生过这样的感应。恐怕要叫公主失望了。唐某对碧落宫的旧事知之不详。碧落宫创立于洛水，钻研星象风水，受前朝所托，以国师之尊镇守龙脉。我父亲以参悟天地治理为毕生追求，直到遇到了那个人。那个人自称夜魔，他给了我父亲所有他想知道的东西。我父亲看到了天地的边界，他才发现毕生所学不过是沧海一粟。原来天外还有天。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诱惑。我父亲将夜魔奉为先知，将他引荐给了皇帝。夜魔以种种非人的神通治好了皇帝的病，求来了旱地的雨。皇帝敬他信他，将他奉为新的国师，拥有了无上的权力。再后来的事，唐公子不能说不知道了吧？一血阴阳，祸乱天下，诬陷碧落宫谋反，碧落宫举宫流亡。按我父亲所说，如果夜魔没有失败，他一定会来到这个问神石下，利用他的力量完成更大的阴谋。唐公子，今天你来了。是，我来了。你跟一阙阴阳什么关系？若是从前，我一定会说没有关系。但是今日，我相信我与一阙阴阳有关，但我确实不是一阙阴阳。那你这个银镯的来历，或许是源自于我的故土。唐某没有完整的记忆，在我有记忆之时，它就已经在我的手上。那敢问唐公子，故土何方？并无记忆之所。在何之年？天都峰7大高手围杀一阙阴阳的那一年。你更显可疑了。很多人都在意唐某与一阙阴阳的关系，但我相信公主所在意的，或许还有别的事情。碧落宫先祖曾经有一个预言，神州天外的来客会带来灭顶的灾难，而这个预言最终落在了一阙阴阳身上。至于这预言之中的神州天外是什么地方，碧落宫追查多年，倒是有了一些猜测。圣子，你今日所受种种试炼，皆为成就来日不朽之业。未曾听说。那唐公子信命吗？唐某一向尊重他人性命。若天命注定你会接替一阙阴阳，要再一次给神州带来浩劫呢？那唐某就免不了要逆天改命，将这满天星辰给击碎了。看来唐公子也不服天命啊。婉玉公主若是服了，早就会接受风流殿的条件，何须等我？婉玉公主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或许除了野心，还有霸图。从我看到那具空棺起，我便知道你们有回归中原的想法。
这并不稀奇。中原剑会以及风流殿，他们都知道，不然也不会试着与碧落宫结盟。不过，唐某还知道其他的事。你们不仅要回去，还要洗刷污名，堂堂正正的回去，重掌祭祀卜筮，再任仙人之职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算是真正的落叶归根。婉玉公主，你不服碧落宫背负骂名，你知道洗刷之路困难重重，但仍要试一试。因为只有走这条路，才是对前公主，对在劫难当中活下来的碧落宫弟子，对10年、100年后的碧落宫最好的交代。中原剑会小你以正义，风流殿许你以武林，但这都不是你想要的，所以你等我，因为你想看一看我能给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。既然如此，那唐某可以告诉公主，你想要，我可以给你。他们给不了的，你能给我吗？公主若愿同唐某协助中原剑会剿灭风流殿，那么唐某便答应公主，一定会助碧落宫重登国师之位，拾回往日荣耀。我为什么要相信？因为公主与唐某一样，不服天命。那你欠碧落宫的一口棺材一个交代。总有一日，我会将不朽金棺归还，之后任凭公主处置。任凭处置？当然。你许了一个危险的诺言。唐某静待公主答复。